这是中国影史最敢拍的一部影片，3年才拿到准拍证，深度还原了制造假钞的全过程。新版美金之所以难复制，是因为富兰克林头像比旧版足足放大了50%，细节增加无数。就算用解像度最高的打印机，印出来也会有摩尔纹。最要命的是，在富兰克林的衣领处还增加了微缩印刷，靠打印机是不能复制画像的，只有通过手绘，每一笔都有长短粗细的差距，手指要抖一下就要扳倒重来。但这难不倒天赋异禀的李问，经过几个月的仿制，他终于将美金上的所有细节都画了出来。但如何做出钞票的浮水印是个难题，这玩意在造纸时就已经固定好，无法仿制。这天几人在新书的古董店里为一幅国画的真假打赌，李问一眼就看出这是真迹。国画裱画师有一门手艺，可以把一幅水墨画一层层揭开，根据宣纸的厚度，一般可以揭3层。顶级画家是力透纸背，就算揭开3层，每一层都几乎一模一样的。这张墨比较浅，应该是最下面那层。画家恍然大悟，只要将美金分成3层，中间那层放印画，正面背面各一张，就能做出钞票浮水印的效果，甚至能加上防伪线。接下来就要做垫板了，先将李问等比例画好的图案用照相机拍下来，再制作出和美刀尺寸大小相同的胶片，利用胶片进行刻板。经过2个月的时间，李问和新书终于做出了垫板，即使用最普通的纸打印出也没有摩尔纹，垫板成了，但还需要凹版印刷机、无酸纸、变色油墨，这3样东西都有相关部门严格把控。画家打听到波兰有一家国营印钞厂倒闭，以5000刀的废铁价拍下印刷机，而无酸纸很神奇，防伪笔画在上面会变成黄色。华解释了几个月都没找到，费了很大的力，画家找到了无酸纸。原来美联储把印钞剩下的无酸纸全都卖给了通信局做通讯录，厚度正好是美金的1/3。画家与李问伪装成慈善机构，以印刷慈善漫画为由，当口就订了500吨纸，估计被抓的时候都不一定能用完。现在只剩变色油墨了，这种油墨受到美国政府的严格管制，每次印书都要派警察保护，没办法，只能硬抢了。李问回到他温哥华的家中送钥匙，并说以后都不再见阮文。画家却觉得他小气，其实李问是没法告诉阮文自己这半年在印假钞。我都帮你想好了，就是不停的撒谎吗？一个正常男人对着最爱的女人不撒谎，怎么能过一辈子？就当我不正常行吗？不行！我带你上了这个舞台，你不但有当主角，还有当阮小姐的男主角。你放弃他，得放弃你自己。我不会放过你。画家气愤离去。喂，你要干什么？上去！这台运输车会运送变色油墨到加拿大中央银行，此时他被拦在路上。一场猛烈的枪战过后，警察全部缴械投降。李问开始搬运油墨，谁想到车厢里还藏着一名警察，还手给了画家一枪。身穿防弹衣的画家并无大碍，但他发疯一样打光了所有子弹，损失了珍贵的油墨。新书的画师重要伏笔。这下好了，就剩2桶油墨了，死性不改，怎么做大事啊？临走，画家将所有警察关进运输车，当着李问的面引爆了炸弹。